今天日本人称之为明治维新的运动呢，它的本质就是一场革命，应运而生了许多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号称是史上最强的剑阁集团的新选组呢，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呢？坂本龙马去刺杀当时所谓的卖国贼盛海舟，结果没有想到与盛海舟的相遇呢，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社长啊，今天又来到了京都，继续我们的关西历史之旅。有些细心的网友可能已经发现了，社长在录制前几期关于京都的视频的时候呢，都避不开一个事件。没错，这就是明治维新。例如我们在鸭川散步的时候啊，我们路过了坂本龙马的遇难之地近江屋遗址。在拍摄二条城的时候啊，我们参观了宣布大政奉还的二之丸御殿，还有在京都的御所啊，作为历代天皇居住的宫殿呢，正是发生在这里的哈御门之变呢，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无论是一个房间、一块石碑、一扇木门，京都市政府啊，都将这些事件的遗址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可见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存在感。明治维新意味着什么呢？日本之所以成为今天与欧美并肩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被视作这一转折事件带来的红利。直至今日啊，日本依然被它的光环所笼罩。京都作为明治维新的舞台呢，如今留下了大量明治维新的痕迹。今天呢，社长就带大家来一个幕末巡礼，给大家讲讲明治维新时期的那些幕末英雄们的故事。那么什么是幕末呢？明治维新的契机啊，是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这年的夏天啊，美国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呢，率领舰队驶入了江户湾，也就是现在的东京湾，促使江户幕府啊撤销了锁国政策，同时呢，也令一批嗅觉敏锐的有志之士意识到了国家政权改变的可能性，从而呢，发起了一场革命。没错啊，今天日本人称之为明治维新的运动呢，它的本质就是一场革命。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868年的戊辰战争，江户幕府的这最后十几年啊，在日本的历史上就被称为是幕末。幕末时期的日本啊，应运而生了许多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他们的立场呢各不相同，但是不管他们选择站在历史的哪一边，最后胜利的还是失败的，今天呢都同样被日本人所歌颂。这点啊，从日本最国民的电视剧系列大河剧之中呢就可以看出。NHK 电视台啊，既拍摄过革命人物的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的故事，也拍摄过保卫江户幕府最后政权的新选组的故事。去年还有一部刚上映的电影《燃烧吧剑》，改编自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同名小说，主角啊就是新选组的副组长土方岁三。这两派人物在日本的年轻人之中啊，都有很多的粉丝。日本有很多动漫作品呢，也是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主题，代表作有啊《浪客剑心》《银魂》《博影鬼》等等。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啊被称为新选组发祥地的旧址，这个地方叫做八木底，也就是一个姓八木的人家的宅邸。这个拥有众多粉丝，号称是史上最强的剑阁集团的新选组呢，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呢？这就要从幕末时期的京都说起。由于当时啊锁国已久的日本呢，遭受西方国家的武力扣关，国内的政局啊混乱不堪，在京都聚集了一堆倒幕势力，企图推翻幕府的统治。1863年，久居东京的江户幕府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呢，决定上京拜见孝明天皇。将军啊，当然也很警觉，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呢，他在江户公开招募保安人员，吸引了大批剑术了得的人才来应募。于是啊，出身天然理心流的近藤勇、土方岁三、冲田总司等人跟随上京。后来啊，又与神道无念流的秦泽鸭、北辰一刀流的山南敬助等人经历重组之后啊，成立了新选组的前身人生浪士组，外号人生狼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名叫八木底的地方啊，就是他最初的宿舍。随后，他们又在当地招募新成员，组成了一个36人的队伍，开始起了维护京都市区社会治安的工作。同时呢，担任2条城的安保人员。
同年8月18日政变发生，在这次事变中啊，人生浪士组协助幕府势力有功，后来由会津藩引荐，得到了朝廷赐名为新选组。门前的这个橙字的旗帜啊，就是新选组的队旗了。在电视剧啊、动画片里经常能够看到，看起来呢就很符合新选组的热血形象。将这个橙字分开来啊，就是严和诚，即武士遵循的言出必成的教诲。新选组的局长近藤勇呢，憧憬于这种武士道的精神，便印在了这个队旗上面。这个八木底啊也很有来头。如今啊，不仅大方的将这个私宅作为景点对外开放，还经营着一个老铺，这个和果子店。如今啊，已经是传承到了第15代了。现在我们来到了八木底旁边的人生寺，这个地方和新选组有很深的渊源。过去啊，新选组的队员们呢就在这个寺院里训练啊。现在呢，里面还有新选组局长近藤勇的塑像，以及新选组队员的墓地人生冢。走，我们进去看一看。千体佛塔。新选组遗迹人生冢，里边还有一只龙。你看这只龙还挺有中华的那个感觉的啊。石头上有一只青蛙。那边那个就是近藤勇的塑像，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近藤勇的塑像啊，角落里呢还有一个这个绘马架啊，挂着许多祈愿用的绘马。不得不说，日本人的这个绘画天赋啊是非常非常的满点。你看，这都是手画上去的，厉不厉害？然后，当然这个背面也有非常他们特色的新选组的这个橙字。新选组有一个著名的局中法度，规定队员们啊不可违背武士道，不可擅自脱离组织，不可私下筹款受贿等等。但凡违反以上规定者啊，一切以切腹谢罪。这就是由新选组被称为魔鬼副队的土方岁三亲自制定的铁血队规，能够迅速让各种出身的浪人们啊被规范起来，成为真正的剑客团队。你看，到处都挂着这个橙字啊，就随时随刻想体现一种，虽然说我们选在了历史的被淘汰的一边，但是我们是有诚心的，我们是有忠诚度的，所以说能够得到日本的后人的一个尊敬。你看这个橙字无处不在啊，这个是他们的队旗，然后这边是他们的队服，这个队服上面也有个橙字，这个叫羽织啊，底下是他们的武士刀。叫鬼神丸国虫。人生寺的故事啊，经常出现在和新选组有关的小说或者是影视作品中。例如，冲田总司呢，在寺院里和附近的孩童们一起玩耍；近藤勇啊，在这里观赏过人生狂言啊，这个地方写的。新选组啊，还在这里举办过相扑比赛等等。顺便说一句啊，人生狂言呢非常有名，它比新选组的历史还要悠久。从700多年前的镰仓时代，就是京都的庶民大众的娱乐活动之一。如今呢，也是京都重要的民俗文化财产。想要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朋友啊，不妨抽空来看一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起初只有30来名队员的新选组呢，在最高峰的时候啊，队员人数竟然达到了200多名。这背后的原因啊，要归结于让他们扬名天下的辉煌事件——池田屋骚动。1864年6月，以长州藩和土佐藩为代表的尊王攘夷派的志士们呢，再度集结在京都，于3条的旅馆池田屋谋议，准备在京都放火，然后呢，趁乱将天皇掳到常州去。正当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啊，早早接到线报的这个新选组啊，发动了突袭。
历经了几个小时的激烈打斗，最终斩杀了7名倒木派，抓捕了20余名志士。据说啊，当时从池天屋到三条大桥呢，也就是社长现在站的地方，长达150米的刀剑痕迹呢，都是在这次打斗中留下的。你看社长这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剑痕，就是当年打斗的时候砍上去的，还保留至今。从京阪电车三条站出来啊，沿着三条通呢向西步行3分钟，我们就到达了池天屋了。可以看到啊，门前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写着“池天屋骚动记”。事件发生之后啊，这里被作为旅馆经营了100多年啊。后来呢，在1960年被重建过，开过一段时间的爬青空。如今呢，是一间新选组主题的居酒屋。所以我们继续体验一下。很有意思，一进来就有这个他们有一个欢迎的录音，说我们是新选组，欢迎你们光临。我们进去看一下，新选组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城字。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个居酒屋啊还保留了新选组突袭当时的这个氛围，可以看到正在打斗的这个场景啊，新选组的队员穿着队服，你看人家有组织有记录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队员们的这些画像在这个地方。听说他们的菜单还有以他们新选组队员的名字命名的店内呢还提供新选组队员主题的鸡尾酒，据说很受博音鬼的动漫迷的喜爱。我们现在来到了池天屋的3楼啊。如果说你是博音鬼的动漫迷的话呢，你一定来这边体验一下。全是博音鬼的动漫角色，我这边还有很多人的签名。在池天屋骚动中啊，新选组抢得先机，粉碎了倒幕派的阴谋。这一攻击啊，使他们得到了幕府的一大笔赏金，被日本全国所知，并在1867年被封为德川家的幕臣。但时代的潮流啊是不可逆的，长州藩呢以此事件为契机，决定举兵上京，发生了后来的哈玉门之变。创作了众多幕府题材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啊，如果没有池天屋骚动，以萨长土肥为主力军的明治维新将永远不会发生。位于京都车站附近的世界遗产西本愿寺呢，也是新选组粉丝的重要打卡地。这里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本山，是与京都市民非常亲近的古寺。土生土长的京都人啊，通常不会称呼它为什么西本愿寺，他们都称之为叫欧尼西桑。那么对面的这个东本愿寺啊，则被叫做是欧黑嘎西桑。池天屋事件之后啊，新选组呢得到了幕府的支持，规模迅速的壮大。八木底已经不够住了，于是，在1865年的3月，他们将屯所搬到了西本愿寺，就是这里。社长身后的这个太古楼啊，就是当时新选组的队员们呢所住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成天进行武术训练呀、枪炮的练习，喧哗不已，还在佛门禁地啊大肆的饮酒吃肉。深受其扰的西本愿寺的这些僧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最终呢掏出一大笔钱，让他们搬到1公里以外的这个不动堂村，才算请走了这尊大神。这里有个牌子啊，写的是新选组呢在西本愿寺的各种光荣事迹，比如说在练习枪炮震塌了庙宇，还有在这个寺院内养猪杀猪的时候，这个惨叫声让路人以为是他们在刑讯逼供、攘夷致仕，对吧？吓得这些信者啊纷纷退避三舍。在寺内杀猪呢也是绝了，难怪这个字里行间啊满满的都是僧人们的控诉啊。
新选组搬到新屯所后不久啊，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新选组呢代表旧幕府的一派出战。虽然新选组的大部分队员们啊都是文明的剑客，却也难以抵抗新政府军的各种新式火炮。在这个过程中啊，局长靳腾勇呢被处刑，队长冲田总司病死，副长土方岁三呢战死在北海道。新选组作为败者的一方，从组建到衰亡，他们在京都活跃的时间不过短短的5年。今天我们隔着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啊，会读懂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未能顺应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但这样一个败者的集团，却因着他们少年之气、武士之魂，以及战斗到生命最后一秒的热血精神，成为了日本拥有最多粉丝的历史人物画像。在虚构的动漫和影视作品中，甚至包括严肃的大河剧，都将他们打造成幕末时代的悲剧的青春象征。听过了失败一方新选组的故事啊，那么打败了新选组的维新志士们，我们要去哪里了解他们的故事呢？最好的选择啊，就是社长背后的这座建筑——灵山历史馆。灵山历史馆位于京都的东山区，旁边就是著名的2年坂和高台寺。这是日本唯一的一个幕末维新主题的综合历史博物馆。平日呢，展出了超过100件坂本龙马呀、中冈慎太郎啊、西乡隆盛啊、幕户孝允这些维新志士们的遗物。在明治维新这出历史大戏里啊，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是坂本龙马。记得之前社长带大家去看过那个近江屋遗址吗？门口的那个碑文上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坂本龙马呢是日本整个国家改变的缔造者。在过去几年很多的民意调查中，他甚至被日本人选为1000年来最伟大的日本政治人物。坂本龙马是江户末期土佐藩出身的武士，他26岁的时候啊，为了报国攘夷呢，正式脱离了土佐藩，成为了浪人，也就是成为了咱们如今说的小粉红，对吧？坂本龙马成为了浪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刺杀当时所谓的卖国贼，主张开国的幕府海军奉行盛海舟。结果啊，没有想到与盛海舟的相遇呢，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坂本龙马去刺杀盛海舟未遂呢，反而被盛海舟一通嘴炮给忽悠瘸了。盛海舟向他介绍了许多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外国文明深深吸引的坂本龙马呢，终于领悟到了开国的必要性。渐渐的呢，坂本龙马也从攘夷思想转向了开国思想，并决定为之奔走和努力。坂本龙马最大的功绩啊，就是促成了当时水火不容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结盟，也就是萨长同盟。这个同盟啊，正是后来明治维新的核心力量。在萨长同盟缔结后，坂本龙马开始构想建国后的日本形象，他制定的传中八策也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针。后来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向天皇归还了政治权力，史称大政奉还。毫无疑问啊，创立了近代日本新体制的领袖级人物正是坂本龙马。坂本龙马虽然铸就了近代日本的基础，但就在他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呢，却在近江屋遭到了暗杀，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社长刚刚参观完了这个灵山历史馆啊，可惜馆内不让拍摄。最让社长印象深刻的是一把斩杀龙马之刀，当时龙马呢就是被这把妖刀所杀害的。近距离还能看到当时的这个血锈和伤刃，保留得非常的写实。被这把刀杀死的时候，坂本龙马只有33岁，比社长还小3岁。但也正是因为有着像坂本龙马这样不顾性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年轻人们，这些为国捐躯的维新志士们的努力，才使得日本终于迈上了明治维新这关键的一步。出乎社长意料的是啊，这里除了纪念维新志士们之外呢，新选组的相关资料也有展出，像是靳腾勇的佩刀阿周吉川六五郎原右方，以及土方岁三的佩刀大和守元秀国，都能在这里一睹芳容。因此啊，灵山历史馆近年来呢，也成为刀剑发烧友的青睐之地。将维新志士和新选组的资料平等的展示在一起，不得不说啊，日本人这一点呢确实很了不起。这里没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高低观念，人们呢可以从倒幕派与左幕派的2个角度全面的来看待日本明治维新这段历史。虽然2派政见不合，但是呢都有值得被尊敬的理由，这就是这座历史馆传达出来的一个核心信息。在灵山历史馆的旁边呢，有一片墓地。这片墓地啊，祭奠着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的革命活动中为国家牺牲了生命的1356位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和桂小五郎呢，也就是幕户孝允，他们2个人的墓地都在这里。
爬了5分钟的山，社长现在终于来到了坂本龙马的墓前，在这里呢，能够俯瞰整个京都的街景风貌。坂本龙马的墓地啊，之所以建在此地，也许呢，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远远眺望这个明治维新的成果吧。社长今天的京都幕末巡礼呢，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今天啊，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走在京都的街市之中啊，这样能够随时穿越到历史现场的地标呢，比比皆是。每造访一个景点，都会让人心中涌起深厚的代入感。日本的幕末时代呢，风起云涌，代表各方势力的武士志士纷纷集结于此。他们如流星一样光辉灿烂、耀眼夺目，也如流星一样一闪即逝、沉入地底。无论是开国还是攘夷，倒幕还是左目，他们的英雄事迹呢，都被后人们所铭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